我养了他20年，从3岁接手到23岁他结婚，全部的生活费、学费、医疗费、补习班费用、婚房首付68万，婚宴全款108万，全部由我个人承担。证人，你今天出庭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拿回这237万，并且证明他不配。清河阿姨，清河阿姨，今天这个场合还是让我妈做主桌吧，毕竟亲疏有别。你只是后妈，坐在主桌会显得我们不懂规矩。后妈，我是你3岁起就接手抚养的人，是你爸去世后独自扛起这个家，供你读完大学，给你买婚房的人。今天这顿饭108万全是我掏的，你现在告诉我亲疏有别？子昂，你这孩子说什么混账话？你清河姨对你怎么样，我们全看在眼里。你亲妈走了20年，现在回来就想做主桌。你爸走了以后，清河一个女人家把你拉扯大，发烧她整夜不睡。你今天这么做还有良心吗？你们知道什么？当年要不是他插足我爸妈的婚姻，我妈怎么会走？他照顾我那是他欠我的。这话是谁告诉你的？是他吗？妹妹，你别冲动，子昂他只是……闭嘴，周美玲。既然你今天非要做这个主桌，非要跟我论个明白，那不如你当着全家亲戚的面说说，当年你抛夫弃子，卷走家里所有存款的离婚真相到底是什么？血缘，好一个血缘！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别想拿长辈的架子压我。既然你只认血缘，那这声妈，我确实当不起。清河阿姨，子昂他就是一时冲动，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先去那边坐着，等仪式结束了，我们再好好给您敬杯茶。不用了，你们的茶我喝不起。妹妹，你这又是何必呢？孩子们结婚是喜事儿，你非要闹得大家都不痛快吗？我这个当亲妈的，不过是想看着儿子成家，你连这点容人的雅量都没有。容人的雅量？周美玲，你20年没管过他一天，今天跑来做主桌，还要我容你？子航，你今天要是敢让你清河阿姨去坐那张破桌子，我这个当舅舅的第一个不答应。就是，你清河阿姨为了你，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要。你现在为了一个20年没见过的女人这么对她，你良心被狗吃了吗？你们懂什么？我妈是有苦衷的，她当年是被逼无奈才离开我的。被逼无奈？好，既然你这么相信她，那我就成全你们母子情深。你走，你走了就别回来。喂，清河，仪式快开始了吧？我这边正盯着后厨走菜呢。微微，停菜。什么停菜？开什么玩笑？这可是88万的顶级婚宴套餐。我不吃了，这顿饭我也不会付钱。陆家那帮人给你气受了？周美玲来了，陆子昂让我去做备用桌。好，好得很。20年养出个白眼狼，你现在在哪儿？我在走廊。下楼去我办公室等我，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他们想吃霸王餐，做梦！我这就带人去主桌收钱，少1分钱，天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大门。把音乐关了。张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别叫得这么亲热，我是这家酒店的运营总监。我妈呢？别乱攀亲戚，林清河已经不是你妈了。他刚刚通知我，撤销对本场婚宴的全部赞助。什么赞助？什么意思？菜都上了一半了。意思就是从场地费、酒水到这桌上的澳洲龙虾，林女士1分钱都不会再付。婚宴总价120万，林女士之前付了30万定金，加上违约金和杂费，尾款一共88万。陆先生，刷卡还是转账？他疯了吗？今天是我结婚，他就为了一个座位，在这么多人面前毁了我的婚礼。毁了你婚礼的不是他，是你自己。既然你觉得生恩大于养恩，那这结婚的钱自然该由你的亲生母亲来出。怎么，没钱？没钱学人家摆什么阔？你这是故意刁难？就是刁难，你怎么了？妈，给你们10分钟，凑不齐钱，后果自负。妈，你刚才说只要我幸福，你什么都愿意做的。这88万你先帮我垫上，回头我慢慢还你。子昂啊，妈这些年在外面也不容易，哪有这么多现金啊？你不是说你做生意赚了钱，特意回来补偿我的吗？那是固定资产，妈现在手里真没钱。要不你再给你清河姨打个电话服个软儿。
陆子昂，你今天要是结不清这笔钱，这婚我不结了。我没时间看你们上演家庭伦理剧。现在是12点15分，10分钟内，如果这88万不到账，保安会立刻清场，所有宾客请有序离席。至于陆先生和苏小姐，麻烦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告你们吃霸王餐。你这样钱都不钱话，怎么真的赶出去？我给。爸妈，大伯，你们先借我点，凑一凑。还有最后3分钟，凑不够就准备走人。还剩最后2分钟，陆先生，还差30万，凑齐了吗？我正在借，网贷额度不够了。陆子昂，你到底行不行？今天这钱你要是凑不够，这婚我不结了，我丢不起这个人。芷柔，你别闹了，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妈，你先帮我垫30万行不行？就30万，我以后连本带利还你。子昂，妈这几年身体不好，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哪有钱啊？要不你再给你阿姨打个电话，你服个软，她肯定还你的。真是开了眼了，亲妈在台下哭穷1毛不拔，转头让儿子去吸被你们当众赶走的继母的血。周女士，这算盘打得我在台上都听见了。一个外人懂什么？这是我们家事，我只认合同和钱，还有最后30秒不交钱，我马上报警。周薇，你别逼我！舅舅、姑姑，求你们借我30万，我给你们的打欠条。支付宝到账30万元，钱够了，88万，一分不少。早这样不就结了？祝你们新婚快乐。周女士，20年不露面，一回来就精准踩着儿子结婚的地点，你最好祈祷你的底子干干净净。小李，帮我查个人，陆子昂的生母周美玲，查他这20年到底在哪儿，还有他最近跟陆子昂的通讯记录，以及他名下有没有突然多下来的资产。对，越快越好。清河，钱收回来了。陆子昂当众下跪借的钱，周美玲一分没出。我已经让人去查周美玲的底细了，这女人绝对有问题。知道了，辛苦你，薇薇。王律师，是我，麻烦你帮我拟一份正式的追偿清单，从陆子昂3岁到23岁，这20年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以及这套婚房的首付款，总计237万。整理好明细，明天一早直接寄到陆子昂的新房，1分钱都不能少。老李，查的怎么样了？一次全漏了。他给陆子阳看的那些所谓20年没发出去的短信，全是假的。怎么证明？截图里的手机是最新款的，20年前哪有这种智能机？而且上个月实名注册的新号户主就周美玲的自己。左手发右手，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他这2天出入房管局，正打听怎么把陆建名下那套老房子以生母代管的名义过户到他自己手里。这算盘打，我在酒店顶楼都听见了，把证据全都发我手机上，立刻！看看吧，你的好继子是怎么被他亲妈当猴耍的。周美玲跟陆子昂说，这20年天天给他发短信，只是被你前夫拉黑了，发不出去。放屁！我找人查了底单，时间不对，当然不对。3个月前才加的微信，用第三方软件改了时间错，硬生生造出20年母爱如山的假象。陆子昂那个没脑子的，居然全信了。哼，他费这么大劲，总不能只为了在婚礼上恶心我。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看下面那几张单子，陆建明当年留给陆子凹的那套城东老房子，周美玲在里面舒舒服服住了20年，1分钱房租没交过不说，物业费、水电费全是从陆子凹名下的卡里自动扣的。子昂知道吗？他知道个屁！那房子是他爸遗嘱写给他的，但他这些年根本没管过。周美玲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一披着亲儿子的血，一边装深情。我知道了，你就这反应，他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这是什么？陆子昂这20年的账，3岁上幼儿园的赞助费，5岁生病住院的押金，10岁的奥数班，大学的学费，还有他那套婚房的首付。王律师，是我，帮我拟一份文件。你要干嘛？起诉他？帮我把这20年我替陆子昂花的每一笔钱全部列成明细清单，找会计事务所核算，加在公章。李女士，这笔账算下来可不是小数目，您确定要这么做吗？确定。学费、生活费、医疗费、婚房首付、婚宴全款1分都不能少。
你这是要跟他彻底清算？我不指望他能还上，但我让他清清楚的看到他口中那个只认亲妈的底气到底是谁给他的。总计237万，明天一早把这份清单连同周美玲造假的证据直接寄到他的新房。陆哥，你欠谁这么多钱？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张薇姐，你告诉我，清河阿姨那份清单上的钱不可能是真的，对吧？是她气头上瞎写的，对吧？子昂，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和收据，从你小学3年到大学所有的学费，你爸去世后所有的生活费，你婚房首付68万，婚宴全款108万，全部列得清清楚楚。你要不要电子版对一下？我不知道有那么多。知道，因为你从来没算过。你清河阿姨每个月给你打钱的时候，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你以为这钱是天上掉的？对了，你那套城东老房子，你爸留给你那套，现在谁住着呢？你心里有数吗？子昂，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有？妈给你下碗面。你住这儿多久了？我这些年没地方去，就想住这儿离你近一点。这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你住了20年，为什么从来没告诉我？子昂，你听妈解释，当年你爸走了，我一个女人家。你走的时候可没说你是个女人家，你扔下我跟爸走的时候干净利落。我知道你恨我，可这些年我一直想补偿你啊！我是你亲妈，住一下儿子的房子怎么了？补偿？你拿什么补偿？拿清河阿姨这20年砸在我身上的237万补偿吗？我不知道，子昂，妈真的不知道他花了这么多钱啊！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知道嘴上说妈妈爱你，你发那么多条短信说想我，20年里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你现在住着我爸留给我的房子，你跟我说你想我。子昂，妈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但是你仔细想想，那个林清河，他直接给你发律师函，这不就是存心要毁了你吗？子昂，血浓于水啊，你跟妈才是一家人，他终究是个外人。至于官司的事儿，妈帮你想办法。什么官司？就我跟你之间那点钱的事儿，我告你也是没办法。其实妈也不想上法庭要赡养费。你告我？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帮我？子昂，你听妈解释。不用了，这房子明天我就收回来，你立刻给我搬走。陆子昂，你给我回来！你敢收回房子？他敢？对不起，清河阿姨。喂，律师函收到了。收到了。那就行。还有事吗？我想跟您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收下了。但钱你还是要还的。清河，你猜我刚收到什么消息？陆子阳把城东那套房子收回来了，周美玲昨天搬走的，搬走之前跟他大吵一架，说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妈，我就让你一辈子还不了我的赡养费。他真告了？告了，法院传票昨天到的。他还找了一个自媒体发帖，标题写被后妈抢走儿子，儿子的母亲20年有家不能归，你猜怎么着？没人信。对，没人信。评论区你全在问你给鬼过抚养吗？你去看过孩子吗？你这20年住着人家房子的不说，发了不到3小时他自己删了。陆子昂现在什么状态？焦头烂额，公司领导找他谈话了，同事都在背后议论他欠了200多万。苏芷柔回娘家了，经理都搬走了，2个人还没办离婚，但苏芷柔跟他妈说要离。你心疼？心疼倒谈不上，就是觉得他算走到这一步了。以前什么事儿都有人替他兜底，现在终于没人兜了，是好是坏都是他自己的。你这话说的像个哲学家。少来。对了，你上次说帮我找的画室老师联系上了，沈燕，就是那个拿过国际奖的。他这周末在兰州有个小型讲座，我帮你拿到了入场名额，你去听听，说不定能当面聊。行。小林，有人找。林阿姨，是我，飞机上坐您旁边的，我叫小何。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之前加您微信忘了说，我就在兰州大学读美术系。上周我们在老城区写生，我看见您了。后来问了社区活动中心的郑老师，才找到您住这儿。林阿姨，您能不能带我一起写生？带你？
我自己都还在摸索。可是我看过您的画，虽然只是草稿，但感觉特别有力量。而且我听说沈岩老师这周末有讲座，我也要去，我们可以一起去。你也去听沈燕的讲座？对啊，沈老师可是我的偶像。林阿姨，我们就一起去吧，顺便还能交流画技。好，一起去。林阿姨，您这色彩也太绝了，这海浪看着像要扑到我脸上一样。心里有什么，画出来就是什么。咦，阿姨，您这波澜壮阔的海景图里，怎么在礁石角落画了个小女孩？那是以前的我，总低着头看地上的蚂蚁，忘了抬头看看海。这笔数，这色彩的爆发力，绝了！大开大合中藏着极细滑的碑们，这到底是谁画的？大叔，您看归看，别动手碰啊，这油漆还没干抠呢。笔法一塌糊涂，调色毫无章法，光影过度生硬的像是在砌砖。嘿，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懂不懂艺术你？您看归看，别动手。小何，不得无礼。您说的对，我确实没受过系统训练，笔法生疏。那依您看，这画一无是处。谁说一无是处？这道光没有10年以上的压抑和挣扎，画不出这种破茧而出的生命力。学院派那些匠人练一辈子也画不出这种本能。可惜了，空有灵气，没有骨架。什么人啊？这是神神叨叨的。林阿姨，您别听他瞎说，您画的最好了。不，他是个行家。林阿姨，您看台上那个是白天海边那个挑刺的大叔吗？今天不讲技法，技法可以练，但感觉练不出来。天哪，他白天偷拍了您的画。今天早上我在海边看到这幅习作，作者连最基础的透视都没搞明白。但如果让我拿我最新的系列去换这幅画，我愿意，因为这幅画里有活生生的人。艺术不是流水田上的复制品，是把自己的命揉碎了涂在画布上。这幅画的作者做到了。沈老师，你叫什么名字？林清河，画了多久20年前画过，最近刚重新拿起笔。？20年没碰笔，还能画出那种光？明天早上8点，带着你的画来我工作室。去做什么？做我的关门弟子。我教你骨架，你把你的命画给我看。你迟到了30秒。抱歉。我不听废话。去那个角落，把那组几何石膏画出来。你干什么？你的海画的有灵气，是因为你把情绪全泼上去了，但你的骨架是散的，没有结构的支撑，你的灵气就是一滩烂泥。我重画。野路子走不远，今天画不好这组石膏，明天就不用来了。谁教你把石膏的暗部处理成水波纹的？直觉，太死板的东西我画不下去，我只能把它当成海来画。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打破了学院派最基础的透视规则？规则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限制的。如果错了，我改。又不行？行，太行了！下个月省美协有个年度新人展。省展？我本来以为你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把骨架立起来，但我低估了你的吸收能力。从明天起，不用画砂膏了，准备你的参展作品。你确定？我才正式学了1天。艺术圈不看资历，只看天赋。林清河，你的天赋该让外面那些瞎子看看了。林阿姨，沈老师从来不让学生画街景的，他让你画街景，说明觉得你构图感特别好。别说话了，专心画你的苹果。中午吃完饭回来上色，阴影部分大胆点儿。好。
你好，哪位？请问是林清河女士吗？我是宁城城西法院的工作人员。我是。关于周美玲女士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已经正式立案。周美玲女士将您列为第一被告，要求您支付巨额赡养费及其。我们按照程序通知您，并确认传票送达地址。他起诉我，要赡养费。是的，原告主张您在过去20年间实际控制并转移了陆建明先生的婚前财产，导致其作为平妻的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要求您承担连带赡养责任。林女士，您在听吗？如果您拒绝应转，法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传票寄到宁城君悦酒店，张薇女士代收，我会准时出庭。林阿姨，没事吧？我听见什么法院？没事儿，就是要回一趟宁城。上法庭，您被告了。有人活在梦里，非要拉着我一起做梦，那我就回去，亲手把他的梦敲碎。周美玲这老女人，为了钱真是连脸都不要了。起诉书拿到了，你自己看，他不仅要陆子阳每个月给他5000块钱赡养费，还把你列成了共同被告。他居然敢在起诉书里写，说你当年是趁虚而入，霸占了老陆的房子，害得他这个原配流落街头20年。现在他老了，要求你赔偿他青春损失费和后半生的赡养费，总共要你拿150万。150万，他倒是真敢开口。他就是看陆子安现在把房子收回去，他没捞着好处，转头就想从你这儿咬下一块肉来。清河，这官司咱们怎么打？他既然敢把脸伸过来，那我就在法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这20年的底裤扒得干干净净。法官大人，被告陆子阳的收入状况并不像他深坑的那样。据我们调查，第一被告林清河女士曾长期向陆子阳提供大额经济支持，总额高达200余万元。请问林女士，这些钱是借款还是赠与？如果是赠与，说明陆子长具备充分的隐性经济来源，完全有能力承担我当事人的赡养费。第一被告林清河，请针对原告律师的问题进行说明。法官，我给陆子昂花的每一分钱都有转账记录和收据，学费、生活费、医疗费、婚房首付、婚宴全款，全部是我各让步支付。所以你承认这是赠与了？这些钱的性质既不是借款，也不是赠与，请明确说明。是抚养费。陆子昂的生母周美玲在过去20年中未支付过1分钱抚养费，我作为继母，长期承担了她的全部抚养成本。这份清单是我的追抬，陆子昂应当还给我，是因为他生母本该承担的那部分抚养责任，由我代为承担了。法官，他这是污蔑！我这20年一直想见孩子，是他和陆建国拦着不让我见，我天天都在想我的儿子。你见过吗？我那时没有机会，你一次都没有。陆子昂15岁那年，他爸突发性心脏病去世，我主动给你打电话，问你愿不愿意把孩子接走。你胡说，我没接到过电话。这是当年陆建国留下的电话录音配份。我都重新成家了，我可以要抚养权，但我绝对不会上心，饿不死就行了，别指望我管他。20年不闻不问，现在儿子结婚了，你跑来以亲妈的名义要赡养费，周美玲，你的算盘今天彻底砸了。本院认为，原告周美玲未尽到抚养义务，其主张的赡养费诉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另，关于被告林清河反诉的20万借款，证据确凿，判令原告周美玲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全额返还。退庭。20万，我哪来的20万？我不服！走，这屋里空气太脏了。清河阿姨，我不知道他会传你当证人，我不知道他连那20万都是骗你的。我知道你不知道，但今天这个庭我必须来，我要亲口在法庭上说清楚，那20年到底是谁欠谁的。是他欠您的，我不欠，我也欠您的。这个月的钱我已经打到您卡上了，您收到了吗？收到了。清河阿姨，您保重。回去吧，案子判下来之后好好工作，别想别的。3200，他那点工资结余就这么点儿，他说了要还，随他去吧。
画完了一幅街景，明天发您看。谁呀、把你乐成这样？新老师，他在等我交作业。林清河，你变了。半年前你张嘴闭嘴全是那个白眼狼，现在你说的是作业，老师画。走吧，晚上回兰州的机票我买好了，陪我吃个饭。必须的，庆祝你法庭上大获全胜。子昂，子昂，你不能不管妈呀！那20万我怎么还得上啊？你还不上？你伪造短信骗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你霸占我爸房子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我是你亲妈，你替我还了吧？你不是还有工资吗？我每个月还要还清河200多万的抚养金，我拿什么替你还？从今天起，我没有你这个妈，你自己去坐牢吧。使唤法院会强制执行的，我完了，我全完了。判决下来了，周美玲的赡养费诉求被驳回，只支持返还那20万借款。谢谢您出庭作证。好，苏芷欧今天找我签字了，离婚手续下周办。都结束了。哥，你来的正好。色彩技法还有点生疏，但浪愁里的这股劲儿是活的。这是我哥沈川。沈先生，你画的？是，刚补了半个月的色彩基础。林阿姨，沈老师的哥哥是沈美协副处长。我只是个业余学画的，够资格吗？艺术不看出身，看眼睛。你这幅画里有别人一辈子画不出的骨头。我哥很少这么夸人，按他说的做。好，我投。寄到哪里？省美术家协会年度展览组委会。省美协的官网卡住了，肯定是出品名单要出来了。别急，该出来的总会出来。能不急吗？全省几千幅投稿，出评只留300幅。林阿姨，你那幅海景画可是沈川副部长亲自推荐的，要是连出评都没过，那评委绝对是瞎了眼。艺术评选主观性很强，清河的画胜在生命力和情绪，但技法上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评委有分歧也正常。沈老师说的对，能投去对我来说已经是跨出第一步了，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出评名单出来了。怎么会？没进。我从到尾看了3遍，300个名字里没有林阿姨的名字。没关系，下次再努力。我看看。哥，你推荐的画连出品都没过，省美协现在的门槛是按资排辈了吗？单看全了吗？哼，300个名字，我扫一眼就知道有没有。往下滑，拉到最底下的特邀与直通展区。林阿姨，你快看！清河那幅画，评会昨天下午专门开会讨论了，几个老古董确实挑了技艺的毛病，但会长拍了板。他说这幅画里有一种破茧还蝶的生命力，这是多少科班画家画一辈子都画不出来的东西。所以一致决定免出评，直接进年度大展。你下次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让大哥准备好以正式画家的身份亮相吧。林阿姨，你入选了，直接进中展，你太厉害了！20年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名字了。林阿姨，您别画了，你快看本地论坛出大事了。怎么了？省展的名单撤了？比那个严重多了，有人发长帖黑您，都上了同城热搜了。这上面说您是个恶毒继母，为了霸占亡夫的财产，在继子的婚礼上大闹，还把亲生母亲赶出家门。底下的评论全在骂您，甚至有人号出去渗血举报，要求取消您的参展资格。我刚才也看到了，造谣成本太低，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带节奏。清河，需要我找律师处理吗？直接发律师函。不用。怎么能不用呢？他们都骂到您头上了，说您的画跟您的人一样脏。画脏不脏，评委看得见。至于人脏不脏，发帖的人心里最清楚。你打算就这么冷处理？舆论发酵起来，对你的名誉影响很大。随他们去。我花了20年去在意别人的看法，现在我只想画好我的画。这种人品也配当画家？周美玲，网上的帖子是不是你发的？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跟亲妈说话呢？什么帖子啊？我可不懂你们年轻人的上网玩意儿。除了你，谁会把婚礼上的照片发出去？谁会颠倒黑白说他霸占房产？你马上把帖子删了！我凭什么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你疯了！他抚养了我20年，你除了生下我，你管过我一天吗？现在你还是人吗？个白眼狼，我是你亲妈，你居然帮着那个外人说话！我告诉你，这帖子现在火得很，他林清河完了。我错了一次，在婚礼上当了懦夫，这一次我不能再躲了。楚梅林，你休想再毁了他！20年来，是林清河女士靠画画和打工把我养大，而发帖造谣的人是我的生母周美玲。她不仅在婚礼上挑拨离间，还试图霸占房产。我已经为我的愚蠢付出了代价，绝不允许任何人再往清河阿姨身上泼脏水。清河阿姨，对不起，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了。林老师，反转了，彻底反转了！什么反转了？慢点说，别把颜料碰翻了。陆子昂，你那个继子儿，他昨晚半夜实名发了个长帖，把所有的证据、转账记录，还有法院的判决书全贴上去了。你看网友的评论，全都在骂那个周美玲，说她是吸水，说陆子昂之前是眼瞎了。知道了。林老师，你就不激动吗？这可是洗刷冤屈了。那个造谣的帖子已经被管理员强制锁定了，上面还打了个不实消息的标签。真相本来就在那里，早晚会被人看见。我的时间很宝贵，省展马上就要开了，我得把这幅画收尾。林老师，您这定力，我是真服了。怎么回事？我的帖子呢？怎么点不进去了？陆子昂，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我是你亲妈，你居然帮着那个坏人来搞我！这幅画的光影处理的极妙，尤其是角落里这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还有脚边这只橘猫，一笔点睛，整幅画瞬间就有了呼吸感。她的画里有一种被生活打磨过却依然鲜活的生命力，能把市井烟火画得这么有骨气。这个林清河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清河，你听到没？刚才说话那个可是省美协的副会长沈川，他居然给你这么高的评价。我听见了。你现在可是彻底翻身了。陆子昂实名承认帖一发，网上那些骂你的人全排队道歉呢。周美玲那个造谣账号直接被永久封救，真是大快人心。网上的事儿翻篇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向谁证明我没做过什么，那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所有人看到，我手里拿的是画笔，不是谁的附庸。这画不能展，立刻给我撤下来！他侵犯我的肖像权。周美玲，你是有病，跑到省展来撒野！保安呢？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大家评评理啊！你们看看这画里的人，再看看我，他林清河就是故意画我，故意在这么大的展览上丑化我，曝光我的隐私。林女士，这位是需要我叫主办安保介入吗？沈会长，抱歉惊扰到您，一个认不清现实的跳梁小丑罢了，我能处理。我命苦啊！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被这恶毒的后妈霸占了20年，现在我儿子终于认我这个亲妈了，他怀恨在心，就用这种下作手段来网暴我。你霸占老陆房产、伪造短信骗钱的时候怎么不说命苦？我今天非撕烂这张嘴！张薇，别脏了手。心虚了吧？被我当众拆穿没话说了吧？今天这破画必须给我摘下来，当众给我道歉，不然我就帮你抓你！保安大哥，麻烦松开他。怎么怕了？我告诉你，林清河，这画里的红裙子女人就是我，你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画出来展览，今天你给我个交代，这事没完。既然你非要认领画里这个人，那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好好讲讲这幅画的内涵。你少在这装神弄鬼！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幅画的背景是充满烟火气的老街，青石板、旧木门，蹲在街角的小女孩，所有的色彩都是柔和、相互交融的。唯独这个红裙女人，她的色彩饱和度极高，突兀刺眼，完全没有吸收任何环境光的反射。你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在绘画语言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人和周围这些毫无联系。他强行闯入这个空间，却拒绝融入。他看似光鲜亮丽，占据了画面视觉中心，但实际上他只强行贴在老街上的色块，自私地掠夺着所有的视线，却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画它不是为了赞美，而是为了形成反差。它是一具被贪婪撑起来的空壳，除了那身刺眼的红皮，里面什么都没有。这幅画里的红裙女人毫无灵魂，她只是一块破坏和谐的污渍。你敢骂我？不是你非要对号入座的吗？怎么，现在觉得这幅画里的自私鬼配不上你了？你少拿什么艺术来包装自己，你就是嫉妒我！我是子航的亲生母亲，我给了他生命。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倒贴了20年的免费保姆，你配评判我没有灵魂？
亲生母亲，你除了提供过一颗卵子，还给过她什么？我给了她母爱，我心里一直有她。你的母爱，就是在她3岁时卷走家里的存款去求自由，还是在她结婚前夕突然跑回来，挑唆她当众羞辱抚养她长大的继母？那是我们陆家的家事，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你今天跑到这里来大喊大驾叫，口口声声说我侵犯你的肖像权，真的是为了维护你的尊严吗？废话，你把我画得这么丑，就是在败坏我的名誉。你要赔偿我。大家听好了，这位女士在儿婚上是霸占亡父留下的房产，失败后又去法院起诉，要求20年没见过面的儿子支付高额赡养费。天哪，20年不管孩子？这脸皮也太厚了吧！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我是他养我是天经地义的。法院已经驳回了你的无理诉求，你今天来闹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名誉，而是因为你无计可施，想借着画展讹一笔钱。周美玲，你从未爱过任何人，你不爱你的前夫，也不爱的儿子，你只爱你自己，只爱虚荣，只爱不劳而获的快感。这幅画里的红裙子就是你这辈子唯一的遮羞布，除了表面那点廉价的颜色，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你的人生就像这破画面和谐的污渍，除了让人觉得碍眼，毫无价值。说得好，这种吸血鬼就该曝光他，还以为是受害者呢，原来是个想钱想送疯了的极品。赶紧拍下来发我！别拍了，我不许拍，我是受害者，们都被他骗了。别让他告诉我，这破画，我让你做艺术家！干什么？敢在省展搞破坏，报警抓你！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陆子昂的亲妈。这女人偷我的人生，你们瞎眼吗？亲妈，为了霸占亡夫房产伪造短信，为了讹钱起诉亲儿子要赡养费，被法院当场驳回的亲妈。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那个吸血鬼，今天跑到美术馆来，就是想借着画展再讹一笔。太不要脸了，连亲儿子都坑，还敢来画展撒泼！我已经开直播了，让全网都看看这老赖的嘴脸！别拍了，不许拍！你们侵犯我肖像权！林清河，你让我停下！你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故事吗？现在如你所愿，麻烦2位把这位与艺术无关的女士请出去，别脏了大家的眼睛。再敢踏进魔术馆半步，直接送你去派出所！完了，全完了！林阿姨，您歇会儿。刚才好多画廊的人找我问您的联系方式，我都按您说的推给沈老师了。我还没到那个阶段。您太稳了，要是我早高兴的满场跑了。稳什么？手心全是汗。打扰一下，那幅画里的老街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我妈妈以前就在那个台阶上卖菜。您慢慢说。我妈走很多年了，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下午，阳光斜下来，我妈在称菜，我在路边等，一模一样。那幅画里的小女孩也是我小时候。你把她画活了，谢谢你。老师，我要报名最基础的班。陆先生是吧？你之前有美术基础吗？没有，零基础，连铅笔都没削过。咱们这成人班进度比较慢，主要是培养兴趣。你这么着急是为了考证还是工作需要？为了看懂一幅画，我想知道一个人为了拿稳这支画笔，到底吃多少苦。行，先从排线和透视学起，过程很枯燥，能坚持吗？能，死也能。又歪了！20年，你就是为了我把这些全都放弃了。房租、画室学费2000，剩下的……你怎么来了？清河阿姨，我来省展是想看看您的画，这个还给您。我工作试用期过了，这是我第1个月工资存下来的，留着自己花。不行，我说了要还就得还，不然我这心里永远过不去。行，我收了。你吃饭了吗？走吧，对面有家面馆。芷柔，你现在工作怎么样？还行，老板说我上手快，下个月可能让我跟一个项目。你妈身体好吗？挺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我让她按时吃药，她不听，那你就盯紧点儿。老人都是这样，嘴上答应，转头就忘。我记住了。清河阿姨，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行了，回去路上注意安全。您那幅画真的很好看。你哪天想画画了，来兰州找我，我教你。这姑娘跟变了个人似的，变了就好。走吧，回酒店，明天还得盯展。我今天去省展见到林阿姨了，她把钱退赔过我了。我现在觉得以前的自己太傻了。谁没傻过？现在明白就行。沈老师，这个高度可以吗？往左半寸。主展留给蜕变，那是我在海岛画的第一幅画。那幅画笔触很野，不像你以前的风格。以前总想着把一切都画得规规矩矩，现在不想了。这才是活的。林老师、沈老师，有个突发情况。怎么了？主展位那幅蜕变，刚才被人全款预定了，而且出价是指导价的3倍。画展明天才正式开幕，连预展都还没做，怎么会有人提前买？对方是内部渠道看到，直接打的款。他只有一个要求，画作在展览期间继续挂在主展位，没有留任何联系方式。没有，连合同都委托的律师签的。连画都没见过，就敢出这个价？看来有人比我眼光更毒，能看懂这幅画的人不多。不管他是谁，能在这个时候买下它，算是个懂我的知音。这是你应得的。既然你已经迎来了新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打扰，默默看着你发光。这幅画的灵感来源于涨潮时的暗礁，海浪的冲刷不是破坏，而是重塑。林大画家，今天这场面比你当年谈下那个大客户还要风光，这只是个开始。清河，主展位那边有位客人站了很久了，就是昨晚预定蜕变的那一位匿名买家。他来了，我去打个招呼。原来是你。站在这幅画前，才能真正感受到它带来的震撼。画得真好，谢谢。3倍的价格有些破费。比起这幅画本身的价值，还有过去的那些岁月，这点钱算不了什么。这幅画我不是以儿子的身份买的，也不是为了弥补什么，我是为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向一位真正优秀的艺术家表达敬意。我接受你的敬意。画展很成功，不打扰你，祝贺林老师。谢谢你，陆先生。他走了，走了，都过去了。林画家，大家都在等你致辞呢。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这不仅是一场画展，更是我人生新阶段的起点。从今天起，只做林清河。